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美。目前呢，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当中。资料显示啊，我国现在有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2.64亿，预计到2030年，老年人人口要超过3亿人。与此同时呢，90后人数只有1.75亿，而00后人数更是降至1.45亿，远低于70、80后人数，超过2.3亿。而随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未来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将不足以赡养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。若干年后啊，国内养老金发放将会出现缺口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。今年呢，除了放开了3胎政策，有一些地方还看到了将在2022年启动延迟退休政策这样的消息。有5年的过渡期，将于2027年全面实施延迟退休。不过，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却遭到了基层职工的反对。主要原因呢有以下3个：第一，很多人希望能早点退休，趁着自己还年轻，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如果60岁退休，可以出去旅游，或者在家带孩子；而如果是65岁退休，随着年龄逐渐增大，想旅游也没有这个体力了，在家带孩子呢也力不从心。更何况早点退休能多拿几年养老金，晚几年退休养老金肯定少拿几年。延迟退休让基层职工觉得并不划算。第二，现在的职场只招聘35岁以下的年轻人，老职工到40、50岁以上就很可能会面临失业，而一旦失业之后就很难找到工作了，只能打零工，并且还要掏钱自己买社保，离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比较远，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。所以基层的老员工并不赞成延迟退休，他们希望到60岁早点退休，这样呢也有个奔头。第三，一些生产企业的老职工在一线岗位工作几十年了，身体和精力大不如前，很多人还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，他们希望能早点退休。如果延迟到65岁退休，他们会觉得工作已经力不从心，更何况老职工无法退休，工作效率又不高，而年轻人又没办法上岗，这对于解决年轻人的就业会产生一些影响。不过，延迟退休对70后群体的影响并不会很大。目前，70年代出生的女职工已经到了50岁退休年龄，这部分人开始办理退休手续。此外呢，由于延迟退休是渐进式的，是每年延迟几个月休，逐步推迟到65岁为止。这期间有一个过渡期，所以对于70后来说，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很大，最多延迟几个月。而对于80、90后来说，最大的80后现在年龄已经过了41岁，这2大群体受到延迟退休的影响则比较大。但是也有公务员和医生这2大群体是比较欢迎延迟退休的。公务员的工作相对比较轻松，晚几年退休问题也不大，而且还可以拿到更多的养老金，所以公务员群体是比较欢迎延迟退休政策的。而医生群体呢，主要是医生年龄越大，临床经验越是丰富，所以很多患者都喜欢找老医生看病。如果医生过早退休，也是人才的浪费。对于老医生来说，在医院各种福利待遇也不错，如果退休，各方面的待遇就会相差很多，他们也愿意晚几年再退休。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，延迟退休将不可避免，而延迟退休政策对于70后的影响较为有限，一些70后已经步入退休年龄，而对于80、90后影响将更加直接。不过对于80、90后来说，晚几年退休可以多拿一些养老金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实际上，对于延迟退休，公务员和医生这2大群体是比较欢迎的，因为延迟退休本身对他们的工作影响并不大，晚几年退休还能让他们的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又要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观点呢？欢迎评论，下期再见。